这里不是替你算答案，而是借一个卦看清选择所处的时机。我是 MK。三圣想做的不是算命，也不是诠释，我想做的是解已经的卦，看人在金钱工作关系里，什么时候改进，什么时候该受，什么时候该退。今天想讲一个关于离开的故事，不是离之故事，是一个很慢的故事，因为真正的离开很少是一天发生的。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午后，一个客人的订单又延迟了，对方没有吗？只是很平静的打字问他，乃自己买东西也会等这么久吗？他撑着这句话看了很久，久到萤幕自动按了一次。他后来告诉我，那句话问到他的不是这一次的延迟，是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吧，非常抱歉造成您的不便，我们会持续改善。这句话说的相互喜一样自然。他是那个实际人客服小组的主管，桌上永远有处理不完的客诉。公司做的是跨境电商，货量一年比一年大，只是有一款助力商品的物流环节一直有个没人肯认真修的漏洞，常常延迟到货。一开始他会在内部会议上提这件事，后来他发现提了也只是被记一笔，态度负面，慢慢就不提了。那一刻看着荧幕上那句话，他才看清，压垮他的从来不是延迟的火，是他已经习惯提一件自己都不相信的事道歉。这正是已经敦卦讲的处境。不好的力量不是突然出现，是一点一点伸进来的。遁卦的智慧是看见这个累积的趋势，比等到某一件事炸开更重要。但他没有立刻辞职，他先去查了自己的工作签证换剩多久，他问了理之后医疗保险能不能现解，他也算过每个月会回家里的钱有没有备案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人在海外，走不是一句不爽就辞那么简单。敦卦出流说遁为利，当推的句式已经成型，你却卡在队伍最后面，还没有位置可以退，是危险的。但向川接着说不忘何在，这时候不是慌张冲出去，是先安静的把后路准备好。所以对很多海外的人来说，敦卦的提醒不是快走，是暂时走不了，也可以先把撤退的条件意见准备好。他花了快3个月把交接文件慢慢写好，把手上带的人一个个私下谈过，确定他们不会因为他走而措手不及。真正第一次称那天很安静，没有大场面。他只跟我说，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他第一次不是在想明天要回那些客诉。离开之后，他心里也还没有清楚的答案，只是隐约像接下来想做点跟帮别人擦屁股无关的事，方向可以模糊，但不能没有方向。我不会告诉你你现在该不该离开，我只留一个问题给你，如果现在是你，推的讯号